姐，喂，孩子，哎，我今天有个急事儿，不能陪你产检了，要不然你约在明天。没事儿，姐，我一个人可以的。你一个人吗？孟思明呢？他怎么不陪你？哎，他什么意思啊？要孩子的时候口口声声说负责负责，现在呢，连个人影子都没有。姐，他最近挺忙的。孩子，我真替你担心。这样吧，你先检查，有什么事儿你给我打电话，明天一早我来看你啊。嗯，阿姨，帮我打点热水喝吧。好的。我自作自受啊。海藻也很渴望有个男人在这种时刻特别关爱自己，每天嘘寒问暖，关心孩子的成长，并分享所有的快乐时光。可是，这个男人这段时间简直像空气一样看不见、摸不着，连声音都吝啬给予。海藻心里打鼓，他是不是反悔了？开始在找机会脱身呢？我得跟他好好谈谈。检查过了，医生说是个男孩，非常非常清楚的小鸡鸡，像个小海螺一样竖着呢。你高兴吗？高兴。你先回去休息吧，我一会儿再给你电话。我不要一会儿，我完全听不出来你高兴，你在敷衍我。如果你不想要这个孩子，请你直接告诉我，现在还来得及。你别胡思乱想了，我这现在有事儿，待会儿联络你。你今天晚上能来陪陪我吗？行了，先挂了。这个案子我没法接了，要不您换人？我感觉现在我已经深陷其中了。他们对你只是一种感觉，从所有的角度都打不进去，而且还吃闭门羹。哎，对了，陈思福那边有消息了吗？没有，他现在人在哪儿我都不知道，就怕他在局子里给我打电话，就是自找麻烦，随他去吧。您拨叫的号码暂时无人接听。您好，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Sorry,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is power off. 您好，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Sorry,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is
小姨，哎，不许碰小姨！快！怎么了？哦，然然，那个你去看看你的大白兔在哪儿呢？啊，快洗手摸你的大白兔去。怎么回事？哭了，眼睛红成这样。没有了，就是孕期荷尔蒙作怪，情绪波动。什么孕期荷尔蒙情绪波动啊？是不是他欺负你了？他怎么会欺负我呢？他不是把后半辈子要用的钱都给我了吗？切，你以为给你钱就是对你好啊？这2天他来看你了吗？有没有陪你啊？他最近挺忙的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他是在拿这笔钱买他后半辈子官路的清白。他现在跟你是人财两清了，你明白吗？你呀，别傻了，别指望他还会离婚跟你好，听见没有？海藻，你依旧坚持要把这个孩子生下来，尽管他爸爸已经开始不想要他了，这个事儿你想好了没有？这不是开玩笑的呀。我能怎么办呢？他现在都已经开始踢我了。如果你现在一时心软，会把你一辈子都葬送在里边的。这以后，每一分每一秒，你所犯的错就会在你眼前晃动，你逃都逃不掉。那时候你怎么办？你想过没有？我想再等等，等他亲口对我说他不要我的时候，我再决定。天亮，最近学习如何？妈，你怎么一张口就是学习如何，学习如何？你难道没别的话题跟我说吗？是啊，你这么一说，爸爸才觉察到，好像每次跟你对话总是这么几句，其他的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。这是爸爸的错，连自己女儿对什么感兴趣，喜欢听什么都不知道。那你愿意跟爸爸说说你喜欢什么吗？要说我感兴趣的呢，你又不感兴趣，何必勉强我们俩硬坐在这儿？你该忙什么忙什么去吧。这是爸爸的失误，这些年工作忙，都忽略了你的成长。有些东西一旦错过，是无法弥补的。天亮，爸爸只是希望你在将来不管是顺境还是逆境，要学会坚强。不管周围的人说什么，怎么看你，你都要相信自己，没有什么困难是不可度过。爸爸也许不能给你带来什么荣耀，但这些东西你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去争取到。你这一生还有很漫长的路要走，爸爸希望你不要迷失了自己，一定要把握自己。
不受外界的干扰，坚持走自己选择的路，学会坚持。爸，你这话说的怎么像临别赠语啊？等以后我遇到困难了，你再来教导我也不迟啊。天天，爸爸是怕将来也许你真是遇到困难，需要我帮助的时候啊，我却帮不了你。我的运气不会这么差吧？你帮别人都帮一辈子了，轮到自己女儿了呢，你却帮不了了。哎，去睡吧你啊！去睡，去睡你的吧，我要做功课了。海藻已经开始面对自己被抛弃的命运了。宋思明自那天早上交给他500万后，就再没有现身。头几天打电话过去，他总是敷衍自己，3两句就挂断。这2天再打过去，只要是一看见是自己的号码，他就直接掐掉。这个与自己在床上翻云覆雨的男人，这个在床上与自己甜言蜜语的男人，这个在床上与自己海誓山盟的男人，连声道别的话都没有就彻底消失了。海藻显然可以换一部电话去试探他，看他是否存心回避自己。可海藻的心在拿起街边公话，手指放在按键上的那一刻，仿佛像肉即将送入绞肉机里化成粉末一样抽搐着痛。如果他接了呢？自己说什么？要不要再给他一段时间，等他有足够的勇气告诉自己分离？自己看错了，在我爱你说出的一刹那，其实已经失去了。回头想想，他与宋思明之间，除了那些隽永的刻画在心头的床笫之欢外，还剩下什么呢？海藻的肚子一天天鼓出来，盖都盖不住。那个孩子正跃跃欲试地等待着出来的那一天，昭告天下，我是一段孽缘的产物，我没有父亲。不要哭，这样不漂亮。爱情是让人沉迷的海洋，孤单的时候想要去逃亡，转身的一瞬间，以后呢，你你就是出我儿子现的爸爸，在我身孙子的爷爷。旁，我们的儿子呢，就叫你的费肯爸，眼泪孙子就叫让我费看姆。不敢开口讲。海藻想起自己曾经看过的那篇被姐姐批为矫情的文章。那个女人一圈世界周游下来，回到当初爱人的家做客，
那个曾经深爱自己的男人，将属于自己的鱼眼睛嫁给他现在的妻子。那一刻，那个女人如海藻般泪流满面。我想大声告诉你，对属于我的眼睛丢了。用力紧紧抓住我们的回忆，屏住呼吸，心跳的频率有一种魔力，它让我们慢慢的靠近。我想大声告诉你，你一直在我世界里。我用力抓住我们的回忆，说有一天我看到的是你的背影，只因为你没有告诉你我爱你，真的很爱你。喂，爸，快点来照相！啊，来了。喂，哪位？老宋，你干嘛呢？来了。拍一张全家福的主意是宋思明出的，在他的心里越来越多的不安。也许站好了，这样全家团聚的日子好，不多了。喂，请问刚才谁打这个电话？刚才？哪个刚才？这里是公话厅。是不是有话要说？我们俩说到底是夫妻，你有什么难处，别害怕让我分担。不是岁数了，没什么事情承受不起的。你说吧。我想拜托你件事儿。什么事儿？我怕就这一两天，我时间不多了。本来这件事拜托给谁都不应该拜托给你，但是我想来想去，我这一辈子能信得过的，能拜托的就只有你了。到底什么事儿？你和我还要绕圈子吗？我很难启齿。你是想跟我说他吧？是。那你还是不要拜托了，把我想的太伟大了。她怀孕了，是个男孩。我不知道我会是个什么样的结局。这是我造的孽，可孩子是无辜的。我怕万一我没有善终，他又不敢抚养那个孩子，你能不能
这是我们宋家唯一的难题。这话最好告诉你父母听，因为也许不久以后我也嫁人了，连婷婷也改名换姓了。对不起。喂，上次那女的你知道住哪儿？哪个女的？你别装糊涂了，宋思明那个。我还真不知道。你为什么不去公司找她？她怀孕了。你到底还是知道了。这样，你打个电话给沈醒国。上次我听胖子说，沈醒国把他堂姐介绍过去当保姆的。行，先这么着。喂，你堂姐住哪儿？你说的哪个堂姐呀？我这堂姐可多了去了。你别绕了，伺候那大肚子那个堂姐。大肚子？什么大肚子？我怎么不知道啊？我有急事儿，不是急兴师问罪的。现在都什么时候了，我哪有那心情？宋思明昨天给我交代后事了，今天早上我一查，他收的钱少了一半，这就够要他的命了。现在大家都是拴在一条绳上的蚂蚱，谁也跑不了。那女的要是聪明，现在把钱拿回来，宋思明这次若能逃得过，大家都好过。你说是不是？我认真求你了，看在这么多年朋友的份上，你不会现在眼看着婷婷没爸爸了吧？沈醒国，我跟你说，你要是再不告诉我，我这就给你老婆打电话，把你吴江路的小窝给捅出来了啊！华强路8栋4号。小姐，请问你到哪里？ 10号楼。我帮你通报一下好吗？不用了，我帮你通报一下，我们这里必须约登记的，好吗？我是他亲戚，这不行的，没事，好吗？我自己去了啊。谢谢真的，谢谢，不小姐用了，小姐，我自己找，我认识。你找谁？哦，你是沈律师的堂姐是吧？嗯，是的。我是沈律师的朋友，宋思明太太。这里没你什么事了，你出去转转吧。哎，究竟什么事情啊？要不要我给沈律师打个电话确认一下？你放心吧，我不是来闹事的，我找他谈谈。阿姨，你先出去，我一会儿叫你啊。好的。宋太的心
如响鼓般重锤不止，不得不深吸一口气，才能压下那种刺透心扉的痛。就在这张床上，宋思明和这个女人光着身子滚来滚去。就在这张床上，两个恬不知耻的人还造出了个孩子。宋太如果手里有把刀，他真想一刀捅在那个耀眼的、长着小鸡鸡的肚子上。坐呀，别站着，累。他细细抚摸着实木的纹路，那种亚光的暗红色，散发着贵族气质，是他多少次经过橱窗想买而抑制住冲动的款式。曾经，他和宋思明路过这个家具店的时候，他隔着玻璃，指着耀眼吊顶灯下的这张桌子说：“我多希望自己住在宽敞的屋子里，厅里放着这张餐桌啊。”这张停留在他梦里的桌子，现在就在他手下散发着幽幽雅雅的光。他梦中宽敞的客厅，和梦中陪伴他的男人，一直在享受着、侵略着、剥夺着他的梦。而这里，这个女人住着这样豪华的屋子，是他卖了自己的妈妈的房子、自己弟弟的房子换来的。宋太的感觉简直就像案板上垂死的鱼一样，被人将鳞片一片片剥掉，露出血淋淋的皮肉，痛不堪忍。他依旧保持着沉着的面容和淡定的微笑，在惊慌战斗不知所措的海藻面前坦然地叫人害怕。今天我来，是来问你要一样东西。其实我不说你也明白，就是宋思明给你的那些钱。我既然知道这里还能跑到这里来，就说明他什么都告诉我了。我和你照过2次面了，这第1次我就告诉过你，希望你能够好自为之。可惜你没有把我的话放在心上。你年纪轻轻的干点什么不好呢？非要偷人？你难道不知道偷人没什么好结果？那些钱呢，是我给他的。女人嘛，不要太不善良。你既然都已经跟了他，好歹也算是我们家家谱里不入名，但却担个份儿的，叫什么呢？吃妾随伴儿。这妾还真算不上，妾好歹还得过个门呢。就算是陪睡吧，比外边随便找个妓女总强点儿，至少不带病。我跟他说了，既然都陪睡了一场，这钱总得丢几个。就算是嫖吧，那也不能白嫖，这嫖也要有嫖品，就好像赌博一样，而且出手得大方点儿，方显自己身价。这钱我出得起。
不过今天呢，他改变主意了，他让我过来把这些钱拿走。这算来算去，你实在不值得这点钞票。他是不愿意再看见你了，所以只好由我出面。没办法，我是他老婆，总得替他料理后事。反正也不是一回两回了。不过把钱要回去还真是头一次，可能你是最不值得吧。钱呢？你快点拿出来，我们有别的用处了。钱呢？你别等我失去耐心哈。钱呢？钱呢？你给我说出来啊！你给我！要不是你，我们这个家怎么会变成这样了？你活该！你阿姨，阿姨。哎呀，海总，你怎么了，海总？海总，哎呀，海总，海总他死了。什么？哎，你在那等着，别着急，我马上过来。喂，120吗？现在，我代表江州市委宣布一个处理决定：原江州市城市银行行长谢宝应犯有重大的经济问题，现在已经被双规了。市里面关于谢宝应私设金库、挪用社保基金、投机美国期货市场被强行平仓的几点意见，我们的所作所为。什么事儿？海藻出事儿了。早上你老婆打电话给我，把海藻地址要走了。你说我这也没办法，这谁知道他现在哪儿？啊？我早上打120的时候，他还在家里。给我打听他在哪个医院，给我打电话。2号突然冲出大楼，驾车离去，情况突变，怎么办他是新来的吧？以前没见过。啊？
我把你看作心头的珍珠，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。我要对你负起责任来。你真的这么在意这个孩子？爱一个人，就让他给你生个孩子，然后用我们两个的鲜血浇灌这一棵花朵，这样我们永远都不会分开。哎，在红星妇幼保健医院，孩子没了，还遭了子宫正在摘除中。婷婷，爸爸对不起你。虽然我最后的选择是懦弱，但这是我万念俱灰时唯一的决定。以后爸爸没办法在你成长的道路上陪伴你了，但一定要记住爸爸的教训，不能走错道路。孩子，来喝点鸡汤哦。来，来，好好喝一口。好。孩子，人这一辈子哪能都这么顺当呢？总要磕磕绊绊、起起伏伏的。你这点事算什么呀？你还这么年轻，以后日子长着呢。爸爸妈妈还陪着你呢。啊，来，听话，喝点鸡汤。还是不跟你说话，别着急，慢慢来。不肯喝汤啊？啊？那我们出去散散步好不好？啊？散完步回来再喝。啊，走，外面空气可好了，走。
好啦，散散步，回来再喝汤。来，在这儿。好像又下起来了。我们到亭子里避避雨吧。下雨了。你说什么？再说一遍。你说这帮人都瞎跑什么劲？人家 Discovery 频道早就论证过，下雨天走路要比跑步淋的雨少。真好看。3个月了，你终于肯开口说话了。这雨真好。这雨真美啊！你说我们平时怎么就没注意到呢？这要是在平时突然下这么一场雨，恐怕大街上人人避之不及。不是担心，就是着急，不知道这雨什么时候停。几乎不会有人注意到这雨也有不一样的美丽。雨是一样的雨，只是不一样的是我们啊。每天晚上，我坐在窗前，看着窗外的灯光，我就会在想，这城市多奇妙，有多少人就有多少种生活。别人的生活我不知道，而我呢，每天一睁开眼，就有一串数字蹦出脑海：房贷6000，吃穿用度2500。冉冉上幼儿园1500，人情往来600，交通费580，物业管理费340，手机电话费250，还有煤气水电费200。也就是说，从我苏醒的第一个呼吸起，我每天要至少进账400，至少。这就是我活在这个城市的成本。这些数字逼得我一天都不敢懈怠。根本来不及细想未来10年，我哪有什么未来？我的未来就在当下，在眼前。那天陪妈妈去逛街，其实我们都不用走，那个人流就推着我们向前走。我想不走都不行，想停下都不行。我当时就笑，我说这就是我们的生活，来不及细想。没有决断，就这样懵懵懂懂的被人推着往前走，而我青春年少时候的理想上哪儿去了？我的理想就被这匆匆的人流推得无影无踪。是啊，我曾经的坚持，内心的原则。和我少年的励志就被这孩子、被家庭、被工作、被房子、被现实生活磨砺的不胜些许。其实很多时候我是有原则的，
我不想抄近道，我更不想投机取巧。但是每当我看到那些不如我的人，因为插队比我先拿到票，那些不如我的人因为放弃了原则而省了10几年的奋斗，我真的不服气。有的时候我都在怀疑，我这份坚持到底是对还是不对？我甚至在责怪这个社会，为什么这么不公平？为什么大家有规不遵、有矩不守，而让我们这些辛辛苦苦、勤勤恳恳的蜗牛受罪？这2天我在看一些投资方面的事。其实我也没有多少钱投资了，我就是想如何让我手头这点东西不贬值。我觉得这大概是这个城里所有人的恐慌，大家都忧心忡忡的，得到的怕失去，没得到的又想拥有。后来我在一本书里找到巴菲特的一句话，叫“永远坚持价值投资的理念”。他说，不管在任何年代、任何社会、任何经济环境下，投机的风险永远要大于投资。他说，也许从短期来看，一次投机也许会让你获利很多，但是从长远来看，任何一次投机就会造成全盘皆输。但投资不一样，投资是只要你坚持物有所值，最终它会增值并硕果累累的。我觉得他这话挺有道理的。我的理解是，只要你有信念、有追求，只要你坚持，那你一定会比随波逐流要行得远、行得正。就像宋思明，他很聪明，他是非常聪明，也很有才华。但如果他能选择一条正确的路，选择正确的价值观，我相信他的前途会无量的。但他恰恰没有这么做，他恰恰凭着自己的一时聪明，选择了一条投机之路，最终还是随波逐流。海藻，我在这个城市算是扎根下来。我相信，凭我的坚持，凭我的努力，最终我一定会过上我想要的日子。而你呢？你还这么年轻，这么有朝气。虽然你犯过错，虽然你曾经失败过，但是没关系。正因为你年轻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你年轻，所以你有大把的时间纠正错误，重新再来。我希望你勇敢，勇敢一些好吗？相信自己，明天一定会好的，会好的。雨停了。回家吧。来，你先休息，我给你把鸡汤热热啊。喂，马克，你回来啦？啊，郭老师你好，我回来了。你现在有时间可以给我上课吗？有啊，你想什么时候开始？你的妹妹好吗？你怎么突然想起来问她？我有事要跟你讲。你讲。我想当面说，你现在能来我的家吗？
现在，好，你等我。这是送的 email， 我要给你看。他请求我，他希望我帮海藻和他的孩子去美国，给他们新的生活，所以我会来接他们。海平，海平，别哭，别哭。送的事情我已经听说了，我也感到非常遗憾。他在中国，他在美国，给我很多帮助，所以我现在要给海藻和他的孩子新的生活。太迟了，一切都太迟了。Is now landing. Thank you. 迎接旅客的各位请注意，由兰州滨海铁站南2C1Ladies and gentlemen, pay your attention. Flight en route. 等我走了，再打开。我们必须走。当心啊，孩子！海藻要我把送留给他的钱交给政府，他还是没有勇气面对这发生的一切。失去子宫对于任何一个女人来说都是毁灭性的。海藻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，无论是身体的还是精神的。我真的希望海藻能从国外治病回来后坚强起来，毕竟人生的路还很长，很长。这就是我们的家了。我们的新家。放这个行的。别干了，差不多就行了，又不是自己家的房子，两人合用，用不着那么卖力。那我还打算长期抗战呢，给干干净净的，看着大家也高兴了，是吧？你说你要每天一进来，好龇牙咧嘴的，浑身起鸡皮疙瘩，那这日子过得多憋屈啊！我呀，打算辛苦一次，就彻底打扫干净了，没多少了，赶紧干完吧。哎呀。
你往哪往哪跑？讨厌，你手臭死！你别碰我！你说谁手臭啊？你！哼，咱们俩现在是臭味相投。你刚才还用手刷马桶了呢，让我闻闻。讨厌！你本来就忍着恶心干的，你还老提，下次让你刷。本来我就说我去刷马桶了嘛，是你不肯，说不愿意让我用脏手来碰你。我说我无所谓啊，反正我又没有洁癖，你用多脏的手来碰我，我都不嫌弃。怎么样？谁爱谁更多一点？见分晓了吧？嗯，不，我爱你多一点，因为我舍不得你做这些低贱的事情，所以我爱你多一些。海平，我爱你，不论贫穷富裕。弄得像宣誓一样。哎，你说啊，以后也许我们也有一套自己的房子，也许还是一套海滨别墅也不一定哦。也许推开窗户就可以看见海鸥低旋，波涛拍岸。我们俩坐在沙滩椅上晒太阳，孩子呢在旁边堆沙堡。也许到了那个时候，回想起今天，我们在年轻的时候，曾经有一段时光，我刷浴缸，你刷马桶，会不会觉得一路走来特别的幸福啊？那我有个问题，你说咱俩在孩子堆沙堡的时候就能买得起海滨别墅，那咱俩有孩子，然后孩子玩沙堡，那应该就是没几年以后的事情吧？那你觉得在不久的将来，我们俩能发达到在这个城市拥有一套海滨别墅？你也太敢想了吧！敢想敢干嘛？你连想都不敢想，还怎么实现呀？我明白了，我清楚了我们家未来的格局了，是你敢想，我敢干，是吧？那麻烦你先别想了，你能帮我把房间收拾一下吗？啊，都下不了脚了，我都累死了，你先帮我收拾一下啊！我不，我要先甜后苦，配合一下，配合一下。我听不见，什么都没听见。租房子我又不傻，租房子当然是越便宜越好了，省下的钱不就是我们的吗？咱们攒的越多，将来房子才能买的越大。你怎么不傻呀？现在此庄的连体别墅都49万了，你一个月工资才1000多，何年何月才能买得起哦？哎，你不要看扁我啊，我工资不会涨啊，将来我工资一定涨得比房价要厉害，放心吧，49万算什么？鸡毛菜。我爸妈还是你爸妈？谁接？我接保险先，你别说话。喂，哎，妈。啊，你怎么这么快就打过来了？怎么样，家搬好了吗？啊，搬过来了。房子怎么样啊？还行吧，虽然小是小了一点，但是够我一个人住就可以了。苏纯呢？他给我搬完家就回去了。你们两个打算什么时候结婚呢？我们打算明年11结婚吧。明年11？那不是还有1年多吗？知道，先有事业基础再结。房子呢？房子啊，房子嘛，就先租着呗，等什么时候攒够了首期，什么时候再买呗。哎，对了，海藻怎么样啊？他志愿填的怎么样了？我是打算让海藻考省里的大学，这样毕业以后跟我们在一起。我养2个孩子，总不能都离我而去吧？你翅膀硬，要飞就飞了吧。我能海藻和我说吧。妈，你可别糊涂啊！哎，是给你作伴重要，还是海藻的前途重要啊？你不是还有爸呢？
海藻学习成绩这么好，你干嘛不让他到这儿来读书呢？哎，我们老家的大学能和这儿的比吗？这事儿不行，这事儿得听我的。海藻啊，就得跟我在一起，到大城市里来读书。海藻不能跟你比，你从小敢打敢冲，他从小胆子就小，性子也软，他不适合出去闯世界。他的事情你不要管啊，你不要替他做主。那这样好了，那你自己问他，他是愿意到我这儿来呢，还是留在老家？来，你叫他听电话，我跟他说。他正在用功呢，你不要跟他捣乱。他的事你不要操心啊。好了，就这样，我放电话了，电话费蛮贵的。妈，我想去江州，我想上姐姐的大学，我要和她在一起。你好好复习你的功课啊！想上哪去，你说了不算，我说了不算，你姐姐说了也不算，得你的成绩说话。你考试成绩不达标，还想到姐姐那去上大学呀？好好复习功课。那我如果考上了，你们就得让我去。好，只要你们考得上，哪个做父母的不希望自己的子女好啊？有名牌大学不上干什么呢？不过我可告诉你啊，你可认真点读书，得抓紧点，离考试没多少时间了。别让他紧张。好了，今天不看了，就到这儿。去吧。小东西。海藻，现在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跟妈妈玩这套？你前途不要了，你大学不考了嘛？你还看这种闲书，你要急死妈妈呀！小花，你看这孩子，哎，你看这都几点了？你该睡觉了。即使高考临近，也不能这么拼命啊！这明天一大早还有早自习呢，睡吧啊！哦，以后看就大大方方的看，要把眼睛弄坏的。是的，睡吧。妈，睡觉了啊。怎么样？海藻他睡了？睡了。这回房间里一点光都没有了。真不知道小东西想些什么。哼，怎么样？我没猜错吧？他就是想考海平那个大学，跟海平在一起。要是没这点动力，他哪来那么大的兴奋劲儿？哎呀，要凭他现在的成绩，考个家门口的大学，那是绰绰有余的。你怎么想啊？你真舍得让海藻也走啊？那怎么办啦？我担心海藻比担心海平要多。海平从小天不怕地不怕的，敢打敢冲，做事情像个男孩子一样有担当，也知道护家护着妹妹。他出去闯，我还能放点心。这个啊，整个是海平的跟屁虫，没脑子没主意。我想把他留在身边，跟我们一起过过小日子算了。他那样子也不像是有什么大发展的啊。女大不中留，他要真是要跟海平走，你我能来得住吗？车票和钱都放好了，要听姐姐话，听见没有？有事情要跟大人商量。常打电话回来喽，听见没有？哎，就快点了啊，来不及了啊，快走吧。
们家的真可亮多了。那当然，日过我们家也有。你家店那个蛋挞特别好吃。蛋挞姐，蛋挞是什么？估计是我们家养的那种鸡吗？怎么啦？哎呀，姐，你跟那个不是一个明珠塔呀？哎，姐，你说是喜欢大城市还是喜欢咱们小城市啊？当然大城市了，咱们老家那种地方有什么意思呀？啊，没逛2步就逛到头了。你喜欢哪儿？我有点想家，想爸妈了。没出息的，家有什么好想的呀？啊，你姐在哪儿，你的家就在哪儿。那小时候你不是我带大的呀，跟我睡一个被窝，连你的家长会都是我给你开的，想家吗？可我还想同学和以前的死党啊。那我问你了，你家有大型博物馆吗？没有啊。你家有音乐会吗？没有啊。那你家有世纪明珠塔吗？没有哎。那你家有伊势丹吗？没有啊，什么都没有啊，什么都没有，你什么好想的呀？真是的，那死党同学的，哎呀，你处了段时间就有新朋友了，没关系的。女生外向哦。怎么啦？离结婚好像还远吧？啊，苏纯跟你求婚了吗？求了呀。对啊。那还没结婚呢？马上就结了呀。就是呀，还没结婚就不算。那你现在就你家的，我家就不是你家了是吧？好，等会儿我就告诉妈妈，你和他住一块儿。喂，哎，孩子，没大没小的，苏纯也是你叫的，得叫大哥。就是叫大哥。我跟你姐住一块儿是相敬如宾，是守身如玉。我们俩住到一块儿就是为了省钱买房子，等以后买了大房子，也给小海藻留上一间啊。大哥，你们就是拿这个守身如玉的吧？守身如玉吧你！要死啊！越大越不懂礼貌了，这个也能摸的呀？这是什么东西啊？我们不知道呀，这是不是房东留到这儿的呀？好了，你也快睡觉了，关灯睡觉。海藻，你放心，用不了多久，在这个大城市，姐姐一定会有自己的房子，自己的家。别人会有的，我都会有。大家尽快保持快乐。哎呦，猜猜我是谁？吃肉的小白兔，赶紧松手！一手的油。老了还没炖烂嘞。你懂什么呀？什么老了没炖烂？老了你要炖过头了，不洗手，回头得乙肝，找工作都没人要。那筷子给你，包给我。哎，姐，以前他们说苏联人民呢认为吃上土豆炖牛肉就实现共产主义了，你说咱们这样算实现了吗？算吧，楼上楼下电灯电话，虽然楼下住的是老李。对，我刚才看见老李了，他怎么就站在那儿洗澡啊？啊，一点文明都不讲的。那去一趟澡堂不就5块钱吗？不就5块钱？你是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，5块钱对他们家来说好吃一顿红烧肉了。哼，他们家会拿这个钱去洗澡啊？你知道他们家老太太
每天是拿人家菜场里面捡剩的菜叶子回来煮着吃的，真是的，还5块钱呢。所以说，你们现在这种小孩根本不知道过日子的艰难。姐，小孩子马上就要懂了，眼看我要毕业了，我工作连个影子都还没有呢。妈现在每天都在催我，说家里啊已经联系好了一家银行，工作不忙，待遇也挺好。那我回不回去啊？当然不回去了啊！辛苦了4年，你就为回去啊？找不着工作你慢慢找，在我这儿还怕你饿着呀？姐，你一直跟我说做人要做城里的人，那你都来城里这么多年了，那你还是上午一片瓦，工作换了好几个，也没有什么飞黄腾达的迹象啊。你以前还问我老家有没有伊势丹、明珠塔、博物馆，是老家是没有，可是这些你也没有天天看到啊。你不过也是住在这样一个房子里面，连个孩子都不敢生。哎，如果是回了老家，那房子又大，爸妈每天还能做好饭等你回家吃饭，这么安逸的生活，你到现在还不后悔啊？我一点都不后悔，因为我不想做井底之蛙。你想想看，见过这么多大世面以后，你怎么回得去呢？你以为我真的贪图伊势丹，贪图这个明珠那个明珠啊？我其实是喜欢这儿的一种环境，逼得你学习，逼得你进步。慢慢的，我觉得你就会有一种气质。我觉得这种气质应该叫奋斗。当然了，你说的没错，如果回去以后我是会很安逸，可是你不觉得那样就被束缚在那儿了吗？哪也不敢去，哪也不想去，一旦发生什么变化就手足无措。你知道青蛙是怎么死的吗？怎么死的？被温水煮死的，很舒适的温水煮死的。如果人一旦丧失了理想，丧失了斗志，安逸过小日子的话，真的这辈子我觉得就完了。而且说实话，我心底里面多少有一种不服气。我一直觉得人多的地方机会就应该多，淘金嘛就应该在大地方，在大地方才有爆发的可能，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下一分下一秒会有什么样的奇迹发生。这么打个比方吧，就像是买彩票，下注的人越多，赌盘越大，你赢的奖金才会越多，是不是这个道理？那更何况说你了，这么年纪轻轻的，此时不搏更待何时啊，我的小妞。姐，你不会是想做暴发户吧？我说的爆发不是你说的爆发，我说的爆发是一种力量的积蓄，是一种力量的腾跃，是这种潜能的发掘，就像油一样的，你在没有被点燃之前，怎么知道自己有核动能呢？我也想爆发呀，可是学校都下通知了，限制我们6月份一定要搬出宿舍，我怎么办？你跟我住呗，你要不嫌弃你就打个地铺好了，等你什么时候找到工作，什么时候再搬呗。那姐夫能同意吗？你要不还是先跟他商量一下。商量什么呀？到现在还看不出来我们家谁说了算吗？哟，饭还早来了。曹操的，姐夫来了，快吃饭！牛肉啊！孩子要开饭，我让他等等，要等苏纯回来再开饭。是吗？苏纯是一家之主，不敢当，不敢当啊！来，我们吃吧。回来啦？啊，洗得舒服吗？还行。请。老公，我害怕。你害怕什么呀？你今天这么温柔的，这么殷勤的，肯定是陷阱。说吧，什么事儿？
不敢讲，讲出来。怕你不同意。那我就不同意好了。喂，我还没讲呢，你就不同意啊？那你还没讲呢，那你怎么就敢肯定我不同意呢？那我只是小小的有一点点担心你不同意吗？情况是这样的，我的妹妹叫海藻，我想让她跟我们住一段时间，因为她现在又没有工作，等她有了工作，我就会请她搬走的，你觉得好吗？快点哎！跟我住我同意的呀，但是跟你住的话，那我住哪儿？咱们家就一张床。他打地铺总可以了吧？不妥吧？怎么不妥？你妹妹来了，咱不能委屈了人家呀，咱们总得要有一点待客之道吧？大家都不胖，挤挤嘛。挤你个头啊！你想死啊你！谁跟你讲？你动这个主意啊？你不要乱戳点点的嘛！我说我跟你挤，你不胖。不对，我错了。好。